发现未知核聚变理论模型，危险等级最高。找到他，不惜一切代价！高考还剩3天，你还在研究些破铜烂铁？江晨不会真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吧？他模拟考不是才200多分？江晨，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。江晨，你又写完了，还有半小时，不再写写？没用，我尽力写了，很多题还是不会，大概率还是考不好。考完了，终于解放了，3年熬出头了，我们毕业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刷题熬夜了。江晨，走啊，一起聚餐庆祝毕业。你们去吧，我再待一会儿。接下来就只能静静等待高考成绩公布，等待属于我的最终答案。249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复读也行。复读？家里哪儿还有钱让他复读？明天跟我去工地了。苏婉晴估分680，人家文985了。早点出去打工也挺好。难道我的人生真的只能这样了吗？检测当前文明能源等级0.7，文明毁灭概率97%，文明科技系统绑定成功，发放新手奖励，可控核聚变初级完整理论。当前主线任务进入顶级大学，推荐方案向国家上交可控核聚变技术。我要上大学，是否向国家发送可控核聚变验证方案？邮件来源已经锁定，江海县老城区居民楼。这种级别的理论，真的是一个学生写出来的？身份背景18岁，高考成绩249分。249分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懂核聚变？周老，已经准备好了。18岁，希望你真能改变龙国能源未来。这些东西真的是核聚变？宿主当前掌握理论，领先当前文明27年。真的能改变人生吗？今天跟我去工地，先把活干着。实在不行，妈得想办法借点钱复读。借？家里欠的钱还少吗？你别怪爸，爸是真的供不起了。爸，如果我还能上大学呢？别做梦了！苏婉晴真考了689，人家已经被清北联系了。这不是江家那孩子吗？听说才考249，这什么情况？不会出大事了吧？江晨，我是。那份核聚变方案是你写的？同志，是不是孩子犯什么事儿了？不，你儿子可能改变整个龙国能源时代。什么？重新认识一下，国家能源研究院总负责人。你知道你那份理论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意味着龙国被封锁20年的能源技术有机会被彻底打破。跟我们走吧。我可以跟你们走。你还有条件？我要上大学，我不想一辈子待在工地，我想让我爸妈抬得起头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大学国家负责。就是他，那个249分的学生。检测到低级核聚变装置，当前效率7%，存在217处结构错误。你说的理论真的能成功吗？建议修改磁源控回路，建议重构超导结构。这里错了。什么？磁场能量会从这里流失，你们的回路结构本身就不稳定。能量开始稳定，磁场没有崩溃。成功了！第一次，这是龙国第一次稳定有运行。江晨，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？让实验成功。不，你让龙国看见了未来。这种级别的人才必须进入国家特殊培养计划，建议直接保密级录取。江晨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他想上大学。这种人还在乎大学？他说他不想让父母抬不起头。全校通知，高3 3班学生江晨正式入选国家级特殊人才计划。江晨，那个249分的江晨，经上级批准，江晨同学将被龙科大学特殊录取。龙科大学，全国最顶级的科技院校。江晨，怎么会？他不是249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档案将列入国家保密级。我只是想上个大学。从你发出核聚变理论那一刻开始，你的未来已经属于国家。我真的
进大学了，就是他，249分那个，国家特招也太离谱了吧！我们拼死拼活考进来，他249凭什么？听说还是直接进入静心实验室，国家特招就能无视规则。你就是江晨，200次49分，挺传奇。既然国家这么看重你，那就证明一下。不是级模型，这是能源院核心项目，3小时优化的。检测低级能源模型存在31处结构漏洞。警告，能源核心异常。失控了，快断电！所有人撤出去！江晨，你疯了！发现底层漏洞，建议重布能量回路。给我30秒。稳住了！异常解除。不可能！你刚刚改了核心结构。刚才那个模型我研究了半年，你用了30秒，我不信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天赋高到这种程度。我只是不想再失败了。江晨太危险了，18岁接触核心权限本身就不合理，建议暂停他的实验资格。暂停！如果今天不是江晨，整个实验室已经炸了。继续观察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江晨正式进入燎原计划。核心实验室差点爆炸。一个刚进学校的新生，为什么能接触这种级别项目？从今天开始，暂停江晨一切实验权限。出事了，学校高层决定暂停你的实验资格。昨天实验失控，很多人认为你太危险。听说被停权限了，我就说249分根本不可能懂真正科研，昨天估计就是运气好。是不是很不甘心？龙科大学从来不是靠天赋就能站住的地方。你知道昨天那个模型是谁做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花了半年，结果被你30秒推翻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但科研不是爽文，一个错误会死人。18岁，权限比博士还高，你们疯了吗？一旦出事故，谁负责？昨天如果不是江晨，实验室已经炸了。所以呢，一个不可控天才比失败更危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得进入核心实验区。果然被踢出来了，终究还是不行。怎么回事？模型失控了，压不住了。不对，底层结构有问题，立刻断电！断不了了，江晨，谁让你进去的？发现核心错误，修复时间20秒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还有人觉得249分代表一切吗？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底层逻辑重构，这种东西连我导师都做不到。问题已经很明显了，江晨的水平远超普通学生，但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一个18岁的人为什么会掌握这种技术？你们怀疑他？我怀疑任何不合理的人。宿主权限提升，开放新科技树。这些东西真的能实现吗？当前文明科技等级过低，宿主目标推动文明进化。我还是坚持限制江晨权限，这种成长速度已经超出正常范围，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办？把这种天才关起来，至少必须监管。够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江晨正式列入燎原计划。燎原？那不是最高级培养计划吗？昨天那个实验真的太夸张了。昨天是我错了，道歉了。但我还是不服，总有一天我会追上你。那你得快点了。我去，他居然敢这么跟林梦远说话，有意思。这是哪里？龙国真正的核心实验区。江晨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将接触龙国最高级科技机密。玄鸟计划，龙国未来空天战略核心，但能源系统始终无法突破，目前所有推进方案都失败了。你怎么看？问题不只是能源输出，你们推进系统太笨重了，现有能源利用率太低，所以把聚变核心微型化。啊，小型聚变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聚变微型化一旦失控，整个基地都会被炸上天。所以你们失败了73次。你确定这样能行？不确定。拿整个基地冒险？科研本来就是冒险，
如果怕失败，那永远都只能跟在别人后面。聚变约束稳定中，核心温度开始异常，警告，核心温度超出安全序率。快停下，温度压不住了！立刻替换材料参数。成功了，真稳定了。这种材料结构已经超出现在理论了。这些东西，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？不是我太快，是你们被现在的理论困住太久了。18岁做到这种程度，已经不像学生了，所以燎原计划必须升级。您的意思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江晨将接触真正的核心计划。第一次来基地的时候，你连说话都紧张。那时候我怕，现在不怕了。现在我发现，原来很多所谓不可能，只是没人敢做。南天门计划，龙国未来30年最高战略工程，但推进系统始终无法突破。2年了，所有方案全部失败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别告诉我，你连南天门都想改，为什么不能？你们的问题从来不是技术不够，而是太依赖旧时代逻辑。什么意思？传统推进系统太重，能量利用率太低。如果换成废变脉冲推进，聚变脉冲那只是理论。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这种级别推进一旦失控，整个实验区都会报废。如果因为怕失败，那龙国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。推进功率开始提升，输出已经超过安全时值。警告，推进节奏稳定率下降，撑不住了，输出太高了，不是推进器的问题，是能量释放节奏错了，频率降到0.7，0.7，什么？成功了，真的稳定了，聚变脉冲推进。如果真能实现，龙国空天技术至少领先世界20年。通知最高会议，南天门计划正式启动。那个曾经249分的学生，已经开始改变整个时代了。他就是江晨，18岁。今天召开最高会议，只有一个议题：碎片脉冲推进已经验证成功，只是实验成功，距离真正应用差得远，而且整个方案全部来自一个18岁的学生。我反对继续推进南天门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稳定，也因为江晨不可控。江晨，你知道南天门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。一旦失败，整个龙国都会付出代价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不会错，但如果因为怕错就停在原地，那龙国永远不可能领先。理想谁都会说，我要的是结果。过去2年，全国最顶尖团队都失败了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做到？林修远，因为他已经做到过了。序变微型化，招导材料，推进稳定，这些东西原本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后来我发现，真正限制我们的不是技术。够了，南天门计划继续推进。从今天开始，江晨将拥有南天门核心权限。核心权限？那已经是最高级别。刚才那些人全是龙国最顶层。我知道你一点都不紧张。以前我觉得249分能上大学已经是天塌下来的大事，但现在我想让龙国站到世界最前面。推进效率已经提升38%了，这速度也太夸张了。推进输出正常，稳定率突破90%了。警告，推进核心温度异常，温度怎么会突然暴涨？冷却系统失效了。冷却系统昨天才检查过，不对。再这样下去汇报。江晨，有人动过参数。什么？冷却阈值被人改低了。人为错误，关闭3号推进环。明白。内部有人动了参数，这已经不是实验事故了。查到是谁了吗？权限记录被删除了，不是内部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有人远程入侵了基地系统，但对方留下了东西。国外代码架构？你怀疑国外势力？不是怀疑，是已经开始了。开始什么？他们怕了。龙国推进技术正在突破，一旦成功，全球空天格局会被彻底改写。那个叫江晨的人
查清楚了吗？18岁，但他的技术水平非常异常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南天门。以前我只是想证明自己，但现在我想让全世界知道，龙国科技不需要一直仰望别人。攻击路径已经查不到了，对方像提前抹除了所有痕迹，能绕过南天门内网，对方绝对不简单。他们不是想毁掉系统，他们是在试探我们走到哪一步了。刚刚收到消息，海外科技联盟宣布限制高端超导材料出口。他们动作这么快，没有这些材料，南天门至少停滞5年。最后一批超导材料库存，最多撑3天，没有海外供应，根本造不出来。国外封锁比我们想的更狠。你笑什么？谁告诉你们，我们一定要靠国外？这是什么？新的炒作结构？国外烧斗材料的问题是温度余碱太低，既然他们卡我们，那我们就自己做。融合温度正常，导电率开始上升。警告！材料结构出现崩塌，结构撑不住了。降低融合频率，来不及了！相信我，降频！成功了！国产超斗材料真的做出来了！哇！性能超过海外材料47%，如果量产成功，全球超导格局都会被改写。通知工业部门，准备全面国产替代。国外想封锁龙国，结果他们亲手逼出了一个新时代。国外已经开始舆论施压了，他们认定我们撑不过3个月。国产超斗材料虽然成功了，但现在还缺一件事：公开验证。只有真正测试成功，才能彻底打碎国外封锁。锯片推进系统准备完成，这是第一次全功率公开测试。这次要是失败，国外那帮人能笑10年。你一点都不紧张？以前我总怕输，但现在我更怕龙国继续落后。海外现在也在盯着我们，那就让他们好好看着。开始测试。推进功率30%，系统稳定。推进功率50%，稳定率依旧正常。警告！推进核心出现异常变动。不可能，输出开始失控了！再这样下去，核心会炸！不是系统问题，是材料共振。共振！把脉冲频率提高15%，现在已经快失控了。信我一次，调平。成功了！全功率运行成功！他们真的成功了。巨变推进，领先我们至少1代。找到江辰，不惜代价，也必须阻止他。龙国空天时代来了。江辰，从今天开始，全世界都会盯上你。那就让他们看着，这一代龙国科技不会再低头了。推进测试成功后，海外已经彻底坐不住了。现在全球都在查你，甚至有人怀疑你背后存在一个未知科研组织。他们想太多了。你不怕吗？以前我怕考不上大学，怕被人看不起，怕别人说249分是废物。但现在他们越怕我，就说明龙国走对了。你已经3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，还不够。我们的推进系统已经领先世界了。领先世界？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领先，那迟早还会被追上。真正的科技应该让后来的人只能仰望。推进功率70%，稳定率正常。怎么了？不对，能量损耗太高了。可是已经达到理论极限了，那就打破它。你想重构推进回路？可这是我们刚完成的核心系统，旧结构已经跟不上了。如果刚有一点成果就满足，那龙国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科技强国。江辰，你知道你现在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吗？是吗？你现在看问题的方式像在看整个时代。以前我觉得科技离普通人很远，后来我发现真正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就是科技。龙国推进系统已经开始迭代，再这样下去，空天领域会彻底失控。那就让龙国失去它。目标只有一个，南天门可以继续，但江辰必须消失。明白。能量损耗下降到17%了，这已经超出国际理论极限了。你最近像疯了一样。时间不够。什么时间不够？
国外不会一直看着我们成功，他们很快就会动手。从现在开始，建议暂停江晨外出权限，必须加强保护。保护我？江晨，如果龙国科技只能靠躲着发展，那我们永远赢不了。他们现在怕的不是我，是龙国真的开始超过他们。最近怎么一直没见江晨？听说已经进国家项目了。江晨，真的是你？你现在变化好大。人总会变的。确认目标身份。确认。现在动手吗？不，我要先看看他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亲自来龙国。你已经很久没回学校了吧？他们都说你已经不是普通学生了。其实我以前挺讨厌学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考试都在提醒我自己有多普通。后来我才发现，真正决定人能走多远的，从来不只是分数。目标周围没有安保。不对。什么？像这种级别的人，龙国不可能不保护。果然，江晨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？我不想只是改变自己的人生，我想让龙国以后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已经锁定所有安保位置，如果现在动手，成功率超过80%。不够。什么意思？我要的不是刺杀，是让龙国亲眼看着他们最重要的人倒下。江晨，南天门出事了，怎么回事？推进核心突然异常停机，而且有人死了。事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死的谁？材料组负责人成功。小江，核心突然失控，成功没来得及撤离。事故原因查清了吗？推进频率被人改动过，又是人为，而且修改权限来自内部。内部人员？不是内部。什么意思？是有人在系统里藏了后门。后门程序？对方早就进来了，今晚只是第一次动手。以前我总觉得科研就是实验失败，但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真的会死人。你不难受吗？当然难受。如果今天不是我坚持继续推进，成功可能不会死。你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扛。可南天门是我在推进，以后死的人可能还会更多。后门程序藏得太深了，对方明显提前布局过。你已经1天没休息了，他们能进来1次，就能进来第2次。南天门不能再死人了。找到了，真有隐藏后门。他们把后门拆成了9段，分散藏在不同系统里。这怎么可能发现？因为他们太自信了。同样的加密习惯暴露了他们。也就是说，对方随时都能再次引爆南天门。以前可以，现在就不行。你已经解决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南天门底层架构全部重写。底层架构切换中，核心权限重新加载。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只是比别人聪明，现在我发现你最可怕的地方是成长速度。因为以前没人给过我机会，以前所有人都告诉我249分的人不会有未来，所以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。什么？别人给的评价从来决定不了你能走多远。我们被清除了，不可能！是江晨，我们低估他了。既然技术压不住他，那就让他从龙国彻底消失。猎杀号已经很多年没启动了，上一次启动目标还是某国核武专家。江晨的危险等级已经超过预计，继续让他成长下去，龙国会彻底失控。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他离开基地。新架构运行稳定，入侵路径完全被封死了。你已经3天没离开实验区了，你是真不怕累死啊？以前我总觉得科技突破是论文上的几个字，现在我发现落后是真的会死人。所以南天门必须更快。巨变推进已经稳定，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？这是南天门第2阶段。你想把平台送进近地轨道？真正的空天时代不该只停在地面。张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已经站得太高了，国外想杀你，国内很多人也在盯着你。以前没人看得起我，现在突然所有人都盯着我，说明我真的走到他们前面了。而且如果连我都怕，那以后谁还敢往前走？全国青年科技论坛还有10分钟开始。你真的要公开露面？
总不能一直藏着。可现在很多人都盯着你。龙国科技想真正站起来，总要有人站到台前。目标已经进入礼堂，猎杀号开始。以前很多人觉得249分的人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，但后来我发现，真正限制一个国家的，从来不是天赋，而是有人告诉你，你永远追不上别人。目标锁定，开枪。目标没死。18岁，这种反应速度，难怪上面一定要除掉他。你受伤了，立刻送医。镜头别关，他们不是想让我怕吗？今天这一枪，证明了一件事：龙国科技真的让他们害怕了。但如果他们以为靠这种方式就能让龙国低头，那他们可以试试。他疯了吗？正常人被狙击后，不可能还站得起来。麻烦了，行动组已经撤离龙国边境，你怎么看？他们急了，那我们就再快一点。轨道平台结构完成，碎片核心已经装载成功。你真准备直接上天？国外不是一直封锁我们吗？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龙国真正的科技。龙国启动了轨道计划。什么？他们准备进行全球直播发射。如果成功，全球能源、空天、军事格局都会被改写。距离发射还有多久？3天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发射。真像科幻电影，我们真的做出来了。江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失败怎么办？以前我高考249分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已经失败了，但后来我发现，真正的失败是连尝试都不敢。已经进入外围网络，直接破坏发射程序。警告，检测到非法入侵。怎么可能？有人在等我们。你早就知道他们会来。从他们第一次失败开始，我就在等这一刻。基地进入1级封锁状态。这次轮到我了。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存在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第一次后门入侵的时候，你故意没清干净，不然他们不会进来。你拿整个基地当诱饵？他们已经杀过一次人了，我不可能一直等他们动手。前方通道关闭，放下武器。他们真的敢在龙国基地开火，因为他们已经怕了。你去哪儿？结束这件事。你不能去。陈宫死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越线了，现在该他们付代价了。你居然敢亲自下来？为什么不敢？你知道自己值多少钱吗？原来在你们眼里，科技只能用钱衡，但对龙国来说，科技决定的是未来。你不像18岁。是你们把我逼成这样的。你真以为赢了吗？龙国挡不住整个世界。那就让整个世界看着龙国是怎么超过他们的。你会成为很多人的噩梦。已经开始了。行动失败了，行动组全灭。绝不能让南天门升空！全球直播系统已经接入，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。真快啊！半年前你还是个高考249分的学生，我也没想到，他们真的要公开发射。一旦成功，全球科技霸权会彻底崩塌。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您是说，既然毁不掉南天门，那就先毁掉龙国经济。国外资本开始全面做空，能源市场已经乱了。他们是想逼我们暂停发射。如果继续强行发射，风险太大了。现在全世界都在赌我们失败。他们不是在赌我们失败，而是在看我们龙国不敢赢。以前他们封锁我们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龙国落后，
他们就永远能站在上面。但现在，他们开始怕了，所以今天这一战，已经不只是南天门，而是龙国敢不敢真正走到世界前面。继续发射。另外，全国直播。断电了，怎么可能？警告！主能源系统立线，备用电源也断了，主能源网络全部瘫痪，恢复至少需要3个小时。完了，你笑什么？他们还是太不了解废变了。谁告诉他们南天门需要外部供电？等等，你难道想？真正的聚变独立能源核心，从一开始，南天门就没接入国家主电网。你早就防着这一步，因为他们不会接受龙国领先，所以我早就替他们想好了失败方式。什么？不可能！独立最变供能，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传统能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龙国传统能源时代结束了。真的成功了！我们真的把它送上去。近地轨道稳定成功，龙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真正掌握汇变空天技术的国家。通知全球，龙国新时代开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全世界都会重新认识龙国。这才刚开始，刚开始。月球基地，你疯了吗？既然龙国已经走到这里，那下一个时代也该由龙国定义了。龙国最近风头太猛了，听说今天海外科技联盟要正式反击。向各位介绍，诺亚实验室负责人诺亚。国外终于坐不住了，这个诺亚看着也太吓人了。江晨，怎么了？国外出牌了。复变核心这么小，传统复变装置太落后了，未来能源应该属于个人。诺亚先生，你怎么看待江晨？他很强，强弱不是靠采访决定的，真正的科技要看谁能定义未来。江晨，国际科技峰会，你敢来吗？这是公开宣战。峰会时间别定太晚，因为我赶时间。芯片断供，超导材料禁运，连 AI 数据库权限都切断了。他们是想彻底锁死龙国科技。国外这次玩真的了，好多实验设备都被停了。听说国外顶级期刊也准备封杀龙国论文。国外断了高端光刻材料，芯片实验已经停了。现在网上节奏很大，很多人都在说，南天门已经把国外逼急了。不是逼急了，是他们终于怕了。龙国芯片实验已经停摆，没有高端材料，他们什么都做不出来，压不垮。你觉得多久能压垮他？像江晨这种人，越封锁，只会成长得越快。你还没休息？快了。国外这次封锁真的很严重吗？以前龙国最难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站起来了。等等，你不会想自己做芯片吧？他们不是断供吗？那龙国以后就不用他们的了。没有设计工具，芯片根本做不出来。你不会真想从零开始吧？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觉得龙国只能跟在后面。龙国已经停了30多个芯片项目，没有我们，他们根本玩不了高端芯片。你还在担心他？
江辰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从不按规则来。国外已经公开取消龙国交换名额，现在很多学生都慌了。江辰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半个月没回学校了。江辰，学校超算中心借我一下，做芯片。真是江辰，他不会真要自己造芯片吧？连 EA 系都要自己重写。别人卡你脖子的时候，最蠢的就是继续求别人。诺亚先生，江辰开始重构国产 EDA 系统了。不可能，那可是全球最复杂工业软件之一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他不会低头。江辰，你到底想做到什么程度？以前他们说龙国永远做不出高端芯片，那我就让他们以后只能买龙国芯片。龙芯已经完成模拟，接下来就是流片了。但问题是，国内没有顶级工艺线，那就改工艺。改工艺？龙国现在已经疯了，没有顶级光刻机，他们根本做不出高端芯片。怎么了？他绕开了传统工艺，江辰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走我们的路。网上全在嘲讽，很多国外专家说龙芯是假的，还有人说江辰这次肯定翻车。开始第一次流片，温度正常，结构稳定。快进去！核心温度异常。第一次流芯片成功了！不可能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测试数据呢？刚刚出来。国外现在还在质疑龙芯真实性，今天如果现场翻车，从今天开始，龙国高端芯片不再受任何人限制。全球科技股已经开始暴跌，资本正在撤离半导体联盟。一个学生而已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龙芯赢了！国外论坛已经炸了，现在全球都在讨论江辰。江总工，龙芯是否会对全球开放？国外现在非常担心龙国科技垄断。龙国不会搞科技霸权，以前别人封锁我们，不代表今天我们也要变成他们。我要去龙国，只有真正见到江辰，我才能知道他到底走到了哪一步。什么情况？国外代表团？诺亚，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压不住你了。龙芯是在这里做出来的，条件差了点。你知道国外为了做高端芯片，一年会烧掉多少钱吗？所以你们才会越来越慢。诺亚真的来学校了，这个是国外科技联盟第一天才。现在这俩人已经快影响世界格局了。你绕开了传统晶体管逻辑，旧路太慢。你知道为什么西方科技能领先这么多年吗？因为起步早，因为资源集中，顶级科技本来就不属于普通人，所以这就是你们封锁龙国的理由。科技从来不是慈善，谁掌握最顶层技术，谁就掌握世界。以前高考结束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告诉我，249分的人不配谈未来。后来我发现，真正限制未来的，从来不是天赋，而是有人不想让普通人站起来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羡慕你，你还有相信的东西。那你呢？我只相信结果。要不要合作？你负责技术，我帮你掌控世界。你知道你和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你做科技是为了站在别人头上，而我是想让更多人站起来。其实，适当合作未必是坏事。合作可以，但前提是平等。以前他们封锁龙国的时候，没人跟我们谈合作。现在龙国刚站起来，就有人开始劝我们低头了。你今天火气有点大，因为有些人跪太久了。龙国科技以前为什么一直被卡脖子？不是因为不够聪明，而是太多人觉得别人的东西更高级。这么晚还来调数据？上面临时通知。成功了！核心数据终于拿到了。江辰，科技战争
才刚刚开始。警告：南天门核心数据库遭到非法访问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在复制南天门核心数据，能拦住吗？内部权限。什么？偷够了吗？数据传输突然中断了，什么意思？对方发现我们了？拿到多少？不到30%，还是失败了。不，真正麻烦的是江战开始认真了。陈教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研究了20年，结果你一个学生几个月就站到了所有人头上。南天门数据泄露部分已经流出国外，现在国外实验室正在疯狂复刻，网上舆论也开始失控。现在外界意见很大，有人认为南天门权限太集中。你们知道为什么龙国科技以前总追不上别人？因为很多人还没开始赢，就已经先怕了。现在很多人都在骂你，你不生气？等等，你又准备干什么？他们不是想追吗？那我就让他们连背影都看不见。聚变约束已经稳定，龙国的数据确实有效，只要继续优化，我们很快就能追上龙国。追上？你们真觉得江辰会停在原地等你们？国外已经开始复刻蜕变技术，再这样下去，南天门优势会被快速缩小。我们现在最需要的稳不住的。科技领先这种东西，一旦停下来，就会被追上。6代机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龙星完成那天。真做出来了，这已经不像战斗机了。传统战机最大的问题是能源。龙国最近很安静，江辰已经3天公开露面了。他不是安静，是在准备下一张牌。准备第一次点火，聚变核心稳定，空天6代机启动完成。江辰，你确定安全吗？真正的未来从来不是测试出来的。检测到超高速目标。龙国进入下一代战争时代了。已经确认，龙国成功完成空天6代机试飞，垂直起飞蜕变动力，超高机动，这已经不是传统战斗机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慢一步？因为江辰已经不再追赶了，他现在是在定义规则。新型航空飞行器是真的，国外行业都炸锅了。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民用？你准备开放聚变技术？这就是民用衰变核心，体积缩小了300倍。300倍，这东西未来应该属于所有普通人。如果汇变民用化成功，整个世界都会被江辰改写。他不是在改写世界，他是在让未来提前到来。你真准备公开？国外不是一直说龙国科技只会停留在实验室吗？龙国以前一直缺能源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很贵。但从今天开始，不再是限制普通人的东西。随便民用化真的开始了，石油能源市场已经崩了。如果让龙国继续推进，整个世界能源体系都会重建。蜕变汽车真出来了，以后是不是不用加油了？电费是不是也会降啊？续航是多少？能源消耗呢？正常状态下，它可以连续运行10年。10年？开什么玩笑？现在全球资本已经开始倒向龙国，再这样下去，江辰会重新定义整个世界经济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以前的科技只属于少数人，但江辰正在把未来带给普通人。现在很多人都说你已经改变世界了，还不够。以前很多人努力一辈子，也只是为了活得轻松一点。如果科技不能改变普通人的生活，那它就没有意义。根据最新数据，聚变能源正在改变全国能源结构。很多专家认为，龙国正在提前进入新能源时代。听说学校以后全部免费供电。实验设备都能全天开了。现在国外学生都开始申请来龙国交换了。
石油订单暴跌40%，大量国家正在申请接入龙国对变网络，旧能源体系会彻底崩塌。以前我一直觉得科技应该掌控世界，但江辰正在让科技改变普通人。以前夏天电费根本舍不得开空调，现在1个月电费几10块。妈妈，老师说那个是江辰哥哥做的。继续这样下去，世界会彻底倒向龙国。他们必须阻止，但没人能压住江辰。压不住江辰，那就压龙国。龙国复变能源扩张速度太快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能源体系彻底崩盘。既然压不住江辰，那就封锁所有接入龙国巨变体系的国家。医生，变还能撑多久？最多2个小时。他们暂停了和龙国的复变合作。西方正式宣布能源制裁，凡是接入龙国巨变体系的国家都会被踢出旧能源联盟。已经有7个国家临时暂停合作。他们封锁的不是能源，是普通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。如果我们强行输出碎变能源，会引发更大国际冲突。但如果不管，那些普通人会先扛不住。他们把普通人当筹码。既然他们用封锁威胁世界，那我们就把基础能源技术公开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样吗？意味着以后没人能再拿能源威胁普通人。已经有10几个国家暂停合作，龙国这次会退让的。龙国发布最新公告，他们疯了吗？你公开基础技术，会不会让自己很危险？以前我只想改变自己，后来我发现，有些灯不该因为别人一句封锁就熄灭。来电了！终于不用停电了！龙国的能源到了。你真准备回家？快半年没回去了，现在全国都认识你，你这样回去不会引起轰动吗？我只是回家吃饭。小陈，妈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想回家吃饭了。最近挺忙吧？还行。你都瘦了，多吃点。老姜，你儿子真出息了啊！现在全世界都在说他。不好！江辰，危险！这种老设备早该淘汰了，没钱换啊！巨变民用化必须加快了。全国巨变替换计划，龙国类似老旧能源设备还有很多，有些东西不是等出事了才该换。江辰这是想砸所有人的饭碗。全国绿变替换一旦开始，我们旧能源设备全得淘汰，绝不能让它推进这么快。以后再也不用那些破设备了。听说以后电费能便宜1大半。上面要求暂缓部分线路更换，为什么？说是资金批下来。你今天又没吃晚饭。谢谢。如果早点换废变线路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原本这批设备上个月就该更换。查到是谁了吗？江辰查不到这里。江辰，你们拖延改造。江辰，你别太过分！传统能源牵扯几百万人就业，你以为世界真能靠理想运行？我从来没想毁掉谁，但旧时代挡着新时代的时候，总要有人让路。你疯了！谁拦巨变改造，我就让谁出局。猜你就在这儿。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江辰推动的汇变改革过于激进，大量传统产业正在被快速淘汰。现在很多人开始担心江辰是否正在掌控整个能源体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大家提江辰都有点怕，他现在一句话就能改变行业。时代变太快了，网上节奏越来越大了，要不要先缓一缓？我是不是推进太快了？现在很多人觉得我变了。那你觉得自己变了吗？以前我只想让科技更强，后来我想改变世界。
我开始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。至少你从来不是为了自己。诺亚先生，您怎么看江辰现在的改革？以前我一直觉得科技只需要赢，后来我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科技本身，而是掌握科技的人。江辰，你开始像曾经的我了。诺亚的话，后面的话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我又算什么？会议马上开始了。林修远，你说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开始怕你，那你做的事还是对的吗？现在电费是真便宜了，以前夏天空调都舍不得开。2碗牛肉面好了。现在换蓄变电车以后，一天能省好几十块，而且不用天天充电了。其实我觉得江辰挺厉害的。以前这片老停电，现在终于能安稳用了。哥哥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电视里那个江辰哥哥？妈妈说你让我们晚上不会停电了。最近压力挺大吧？很多人说我变了。人哪有不变的？你小时候大家能吹得起空调了，让人过得更好，不就够了吗？你想通了，科技不是用来控制世界的，是让普通人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。这是江辰，他今天居然来上课了。坏了，怎么了？高数课换教室了。你现在都快改变世界了，结果还怕迟到？挂科一样得补考。江辰，老师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是学生。快，3缺1！我不会。你连随便都能做，你不会打游戏？哥，你别救我了！根据最新国际统计，蜕变科技引领新功能。过去100年，世界第一次进入由龙国定义的科技时代。第1名，几十年了，终于轮到我们领跑了。诺亚先生，您怎么看龙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？以前我一直认为科技应该属于少数人，但江辰证明了一件事，真正伟大的科技应该照亮普通人。现在全世界都认识你了。其实我更想明天不用补高数作业。现在1个月电费都没以前1天贵，我家空调终于敢全天开了。真写教材里了，关键本人还在后排坐着。我们今天讲的案例大家应该都认识。能不能签个名？我又不是明星。可你比明星厉害多了。现在连年轻人都开始崇拜龙国科技，再这样下去，旧秩序会彻底消失。旧时代已经输了，但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新时代，而是有人不想让新时代出现。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开始。听说全国能源价格又降了，我爸都准备换对变车了。这已经是第3封了。报警了吗？估计是谁恶作剧。你现在可不是普通学生。你天怎么了？我总觉得最近有人在跟着你。你是不是悬疑片看多了？江辰，现在已经不是科技竞争了。快，道路要没了！你倒是来支援啊！趴下！爆炸！江辰还在里面！江辰！
这是冲着江晨来的吧？江晨！这是高能定向爆破，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。你怎么看？诺亚先生，如果怀疑这次袭击与你有关，不是我。那你怎么看这次袭击？有人开始害怕新时代了。我刚刚真的以为你死了。以前我觉得你离世界很近，离自己很远。对不起。江总工，您是否会暂停巨变计划？很多人觉得只要威胁龙国，龙国就会后退。但现在我想告诉他们，这场战争我接了，以后真不会来住了。上面安排了新的安全区，别忘了自己什么出身。海外正在持续攻击巨变系统，他们想瘫痪全球巨变节点。不是普通黑客。什么意思？诺亚的底层协议。你的人，有人在借我的技术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他？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乎谁输谁赢了，他们想毁掉整个新时代。怎么追踪？终于，我们想真正的同行了。锁定了！这是哪儿？原来是他们。谁？旧世界资本议会。以后是不是会越来越危险？那以后我陪你。巨变时代正在摧毁旧秩序，全球资本已经开始失控。真正危险的，从来不是绿变技术，而是普通人开始拥有未来。这是什么组织？过去100年，世界一直稳定一直存在，但现在有人想毁掉这个秩序。江晨，新时代不需要你。这些人没有国家身份，但却控制着全球旧能源体系。以前我以为自己在控制科技，后来才发现，我只是他们养出来的工具。你最近终于不像机器人了。以前总觉得只要技术够强，问题就都解决。后来发现，人心比技术难太多。那你会怕吗？现在会了，因为现在有不想失去的人了。旧世界资本议会正式骤休经济，目前多个国家已经出现能源混乱。未来不该属于旧资本，新时代属于所有人。年轻一代已经失控了，他们开始不相信旧秩序。不是江晨改变了世界，管藏，而是世界已经不想再回到过去。目前已有67个国家宣布支持蜕变新时代计划。赢了！现在全世界年轻人都支持蜕变时代。今天讲完这节课，你们很多人可能会真正进入新时代。我们输了，不是我们输了，是旧时代结束了。以前哪敢想今天，现在真想活在未来。现在全世界年轻人都在学龙国科技，挺好。你后悔过吗？因为未来本来就该这样。江晨，过来打球。我不会。你连巨变都会，为什么不会打篮球？开始点名：林修远到，苏婉晴到，江晨又睡觉。
检测到远古信报激活，信号源重新出现，坐标确认，银河系第3旋臂。终于找到它了，文明播种系统仍在运行。